别挣扎，你的风系灵元虽然纯粹，但对于老夫突破圣域的瓶颈来说，还远远不够。美妙的力量。虽然这风系灵元不够塞牙缝，但勉强能温养一下老夫的经脉。接下来就该轮到你了。阴脉俱通，三系同修。楚风啊，楚风，你隐藏的可真深。若不是老夫借着给你治伤的机会探查，还真错过了这等极品的灵体。有了你的灵元，老夫必能登顶圣域。老狗，想拿我的命，你还不够格。小畜生，你居然醒了！既然醒了，那就清醒着感受灵元被剥离的痛苦吧，疯妇！给我开！想跑，在这星耀营，你插翅难飞！哈哈哈哈！楚风，你这条丧家之犬还能往哪儿跑？前面的断崖就是你的葬身之地。雷恩，明渊那条老狗给了你什么好处，让你赶着来送死？死到临头还敢嘴硬！明渊导师发了话，只要我提着你的脑袋回去，你手里那个星耀督察干员的推荐名额就是本少爷的了。一个毫无背景的废柴，也配拥有那种名额？乖乖交出名额和你的本源秘法，本少爷大发慈悲，留你一具全尸。既然你们步步紧逼，那就一起下地狱吧。那是什么东西？拦住他！疯子！
他是个疯子，快杀了他！人呢？死！瞬移异能，残缺一火。楚风，你带给老夫的惊喜真是越来越多了。以你区区蝼蚁般的修为，能逼得老夫亲自出手，你该感到无上的荣幸。这是你的荣幸。灵性，老狗，剥夺学员灵元，修炼邪术，这星耀营的青玉早就被你这畜生败光了。青玉，等老夫踏入圣域，老夫就是这世间的神。历史只由胜利者书写，交出你的灵元和异火。父亲，不要！楚风说的是真的吗？那些失踪的天才都是被你快住手啊！雪儿，让开！为了为父的大业，牺牲几个废物算得了什么？你若阻我，不，你不是我父亲，你是个魔鬼！休怪为父无情！哼，冥顽不灵！明渊，你想吞我的灵元，做你的春秋大梦。今日之次，我楚风铭记在心。若我不死，必当百倍奉还，将你挫骨扬灰。不，我的极品灵元！就要结束了吗？这就是黑石里的力量。谁在装神弄鬼？滚出来！区区蝼蚁也敢染指我楚家修罗魔剑，真是不知死活！
放手！残缺的异火，还有这可笑的瞬移异能，天赋倒是不错，可惜太弱了。这是三元之石，你姓楚？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老子楚风！苍天有眼，我楚家血脉终究是没有断绝。我尹呀，苦熬这数十年，总算等到了。你到底是谁？什么楚家血脉？小子，收起你的戒备。老夫楚玄是你楚家先辈，代号影烟，曾是你父亲最忠诚的守护者。父亲的守护者，他竟然知道我的身世。你说你是我楚家先辈，那你为何会被困在这暗无天日的鬼地方？因为渊竹阁那是一个凌驾于世俗帝国之上的高维势力。当年你父亲觉醒了完整的修罗血脉，精彩绝艺，却被渊竹阁视为异端。他们布下天罗地网，剿灭楚家。老夫拼死护送你父亲突围，被渊竹阁的7大长老联手重创，困死在这葬神光底，用复魂锁抽干了生机，只留下一缕残魂苟延残喘。这修罗魔剑和黑石是我楚家历代相传的至宝，既然他们选择了你，说明你体内的修罗血脉已经苏醒，但你现在的实力，在渊竹阁面前，连一只蚂蚁都不如。渊主阁，明渊那老狗残害学员，是否也与他们有关？明渊不过是渊主阁养在外面的一条低贱的看门鬼罢了。他妄图通过吞噬天才灵元来换取进入渊主阁的资格，简直可笑。楚风，你既然承接了这修罗血脉，从今往后，你便不再是一个为了活命而东躲闲藏的丧家之犬。你是我楚家唯一的复仇利刃，你可敢接下这份血海深沉？我楚风行事，恩必报，仇必偿。明渊这条老狗我要杀，那什么渊主阁，有朝一日我也必将其连根拔起。好一个恩必报，仇必偿，不愧是我楚家的种。前辈，你做什么？老夫这缕残魂，本就是为了等待楚家后人而留。小子，你体内那残缺的异火与修罗血脉还在相互排斥，若不融合，你必爆体而亡。今日老夫便用这最后的力量为你洗毛伐魔，助你彻底掌控修罗之力。抱元守一，用你的意志去降服他们。若是连这点痛苦都撑不住，你有什么资格谈复仇？我绝不会死在这里！给我走！
极品灵元，我的极品灵元！那小畜生就算摔成肉泥，灵元也必须给老夫找回来！父亲，你收手吧。星耀营不是你用来杀人的屠宰场，你这样做会遭天谴的。天谴？等老夫跨入圣域，老夫就是这片大陆的天。雪儿，你太让为父失望了。你以为楚风那小畜生能活下来？这葬神谷之下是死地，连圣域强者都不敢涉足。来人，把大小姐押入地牢，严加看管。没有老夫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探视。传老夫手令，封锁葬神谷外围的福家山脉所有出口，就算是把整座山翻过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谁若能带回那小子的尸体，老夫赐他副导师之位。遵命。仍占境巅峰。不仅如此，我的瞬移距离提升到了50米。好小子，你没有让老夫失望，老夫的时间到了。前辈！楚风，记住你的誓言，渊柱阁的阴影笼罩这片大陆太久了，去斩断它，去让楚家的威名再次响彻云霄。老夫这最后的力量送你出谷，楚家交给你了，走！晚辈楚风，恭送影押前辈。出来了，明渊，洗干净脖子等我。院长真是疯了，从那悬崖掉下去，怎么可能还活着？还要我们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搜？少废话，找不到人，我们都得受罚。听说那小子身上有大秘密，连雷恩导师都死在他手里。既然你们布下了天罗地网，那我就把这网撕得粉碎。什么声音？你们不是在找我吗？你是楚风，你没死！太慢了。放开我！明渊现在在哪儿？在主殿，准备闭关吸收灵元。他把灵血怎么样了？大小姐被关在地牢。很好，你可以去死了。猎杀开始了。
楚风，你果然没死，能悄无声息地杀了我这么多手下，你身上的秘密真是越来越让我感兴趣了。我对你的秘密没兴趣，挡我者狂妄！哈哈哈哈！老子可是6星灵战境，给我死来！硬碰硬，成全你。蠢货！我这玄铁乃是高阶法宝，凭你那点修为也想……这是什么鬼火焰？不！别杀我！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去地狱问阎王吧，明渊，你的末日到了。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大小姐，现在还不是沦为阶下囚了？嘘，少说2句。院长今天就要闭关吸收那些天才的灵元了，等他出关踏入圣域，咱们星耀营可就彻底无敌了。听说连大小姐都是院长留着用来要挟渊主阁某些大人物的筹码。楚风，你真的死了吗？难道就没有人能阻止这个疯子了吗？什么人竟敢擅闯星耀营禁地？活腻了吗？讨债的人。明渊老狗，给我滚出来！是楚风，他怎么可能还活着？不管他是人是鬼，敢毁坏营门，杀了他！大家一起上！一群土鸡瓦狗，修罗火域开！哪个不知死活的畜生，敢坏老夫的好事！楚风，你没死，这怎么可能？那可是藏神谷死地，你身上的气息，你到底得到了什么奇遇？奇遇？我得到的东西，专门用来送你下地狱。好，好，好！本以为失去了极品灵元，没想到你竟然自己送上门来，还带着更大的造化。今天老夫就把你扒皮搂筋，夺走你身上所有的秘密。老狗，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好一个送我下地狱！区一个灵战境的废物，真以为靠着点奇遇就能翻天了？老狗，你吞噬了那么多学员的灵元，就只有这点能耐吗？大言不惭！老夫今日就让你真正的力量！瞬移异能，这就是你在藏神谷得到的底牌。可惜，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花里胡哨。能接下老夫70%实力的一击而不死，你身上的修罗血脉果然是极品。乖乖束手就擒，老夫会把你关在地牢里，一点一点抽干你的血脉，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抽干我的血脉，你也配？全给我吞了！万年龙血树叶，你这疯子，你现在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这种狂暴的药力，你会爆体而亡的。
糟糕，热身结束了。不可能！你怎么可能这么快炼化万年龙血？这违背了常理。此人不需要懂常理。修罗斩！小畜生，真当老夫治不了你！楚风，你彻底激怒老夫了。既然活捉不了你，那就把你变成一具干尸，老夫一样能提取你的血脉。青妖大阵起，四牢闸门全开！以活人精血献祭强行催动的阵法，这老东西已经彻底疯了。哈哈哈哈哈！楚风，这些都是曾经试图挑战星耀营的废物。如今，他们将在星耀大阵的加持下，把你撕成碎片。在这重压之下，我看你还能狂妄到几时？还不够！星耀巨血，给我震！抓住了！终于抓住了！终于抓住了！楚风，你的血脉是我的啦！你费尽心机不惜献祭同门，就是为了得到我的血脉。既然你这么想要，那就睁大眼睛看清楚。不可能！这阵法连宗师都能镇压，你怎么可能？因为你对真正的力量一无所知。凌空，你的阵法很无聊。修罗血诀第一式，血域寂灭。好可怕的剑气！
不可能！我的手，我的手！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实力，不堪一击。楚风，你赢了又如何？老夫就算是死，也要拉着你，拉着整个星耀营陪葬。楚风，你赢了又如何？老夫就算是死，也要拉着你，拉着整个星耀营陪葬。一起下地狱吧，陵园自爆！疯子，凌雪还在地牢。楚风，闭嘴，抓紧我！结束了。原主阁的走狗来得真快。隐秘结界，起！你为什么要冒死救我？我父亲他……救你是因为在断崖边你曾替我挡过一次，恩怨分明，这是我楚风的规矩。至于明渊，他死有余辜。我明白了，从今往后，世上再无星照营大小姐，我的命是你救的，我只追随你。随你，我要闭关炼化体内的龙血残余，渊主阁的人随时会搜山，你不要乱跑。四星灵头上，龙血的力量终于彻底融会贯通了。楚风，外围结界有触动，渊主阁的先前死搏找到这片深谷了。3年了，像老鼠一样躲着，也是时候出去透透气了。好，来的正是时候。发现目标楚风，启动封锁大阵，绝不能让他跑了。渊主阁的杂碎，今日我没空陪你们玩。宣言。楚风，前面就是黑丝帝国的都城玛亚城了。据说这里鱼龙混杂，连渊主阁的势力也安插了不少眼线。眼线越多越好。渊主阁欠我楚家的血债，我会一笔一笔的收回来。不过现在还不是彻底暴露的时候。赤焰，你目标太大，先委屈你一下。中州星武塔才是我的第一站，在这之前得先准备足够的盘缠。都给我睁大狗眼看清楚！这通缉令上的人，谁要是见过，重重有赏；要是敢隐瞒，这就是下场。雷蒙大人，咱们搜寻队在这破地方守了3个月了，连个鬼影都没见着。那小子估计早就死在葬神谷里了吧？闭嘴！上面交代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今天要是再抓不到几个有用的舌头，老子拿你们点天灯！站住！瞎了你们的狗眼！没看到渊主阁在办差吗？把兜帽摘下来！妈的，好狂的小子！等等，这身形……哈哈哈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弟兄们，他就是楚风，宰了他，咱们就能回总部领赏了。上！渊主阁的仆人，鼻子倒是挺灵，可惜实力太弱。
你竟然突破了灵战境！剑阵，给我拖住他！我发信号求援。发信号？你觉得你有这个机会吗？放开我！下辈子别惹你惹不起的人。走吧，进场。两位客人，我们黑金商会可是玛雅城最大的商行。若是普通的低阶魔帛或者破铜烂铁，就请去外面的地摊吧。我这里时间很宝贵的。这位小姐真是好眼光，这条密银守护可是本店的镇店之宝。带上它，不仅能隔绝灵圣境以下强者的精神力探查，还能抵挡一次致命攻击，简直是为您量身打造的。老板，这项链太贵重了，我不需要，我们还是去看看别的吧。能隔绝精神力探查，这功能对你现在来说正合适。渊主阁的人随时会追上来，你需要隐藏气息，包起来，刷卡。好嘞，好嘞，这位公子真是阔气，对女伴真是体贴入微呀！我这就给您包装。楚风，这太贵了，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星耀营大小姐了，不需要这种奢侈品。你留着钱还要去中州呢。我送出去的东西就没有收回来的道理。以前的星耀营大小姐已经死了，现在的你必须活得比以前更好。楚风，我这条命是你给的，就算前方是刀山火海，我也陪你闯。走吧，该去星轨枢纽了。去中州的船票可不好买。是血狼佣兵团的人，快躲开！这帮煞星又出来找茬了。这年轻人惨了，被血狼的人盯上，认死也得脱层皮。哟，这不是刚才在黑金商会大出风头的阔少爷吗？好狗不挡道，滚！臭小子，你找死！敢这么跟我们血牙哥说话？别急，咱们血狼佣兵团向来是以礼服人。小子，刚才我们兄弟几个在商会不小心遗失了一张紫金卡，里面刚好有3000多万金币。有人看到是你捡走了，乖乖交出来，我或许能留你一条全尸。哦，你们的卡？没错，识相的就赶紧掏出来。还有，你身边这小妞长得挺水灵，正好陪哥几个乐呵乐呵，就当是赔罪了。别碰我！你找死！血牙哥，这小子扮猪吃虎，他根本不是普通人。管他是谁，一起上，把他剁成肉泥！本来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见血，但既然你们执意要寻死，我成全你们。给我去死吧！太慢了。人呢？他去哪儿了？在上面，修罗虎域。这不可能！你到底是什么怪物？抢劫抢到我头上，真以为玛雅城没人治得了你们？大人，饶命！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求您放过我，我们再也不敢了。我说过，我成全你们。啊！我的灵元，我的修为！太强了，那可是3个8星灵战者呀！
竟然连他一片医药都没碰到，活该！这帮吸血鬼终于踢到铁板了！这位少侠到底是什么神仙下凡？碍事的虫子清理完了，走吧。尊贵的紫金卡贵宾，这是您前往中州星武塔的头等舱玉牌，请拿好。中州渊主阁的核心所在，真正的较量现在才刚刚开始。准备好了吗？前面的路可能会死人的。只要你在，我便无所畏惧。发现修罗血脉余孽，目标正在前往星武塔，好戏马上开场了。渊主阁的糟糕实力，这仅仅是我复仇的第一步。哟呵，这是哪里来的乡巴佬？身上连点灵力味都没有，还带着个女人和一只破鸟来逛街。哈哈，这家伙以为星武塔是什么地方？动物园还是游乐场？估计是哪个穷乡僻壤跑来见世面的土包子，连星武塔的门槛在哪儿都不知道吧？你找死！一个没有修为的废物，竟敢对本少爷大呼小叫！肃静！星武塔选拔重地，禁止私斗，违者杀无赦。废物，算你运气好，等选拔开始，有你好看的。本届新星选拔将采用最残酷的末位废除灵元制。选拔分为3关，每一关排名最后的100人不仅会被直接淘汰，更会被星武塔执法队当场废除灵元，终生沦为废人。废除灵元，星武塔不需要庸才。末位废除灵元，这规矩也太霸道了。不过是借着筛选的名义掠夺低阶修士的灵元罢了。渊主阁的手段还是一如既往的肮脏。第1关测灵石碑，所有人依次步入威压阵法，触摸石碑，测试你们的灵压抗性与灵力底蕴。主人好强！现在开始。哈哈哈，既然大家都不敢上，那就由本少爷来开个好头。绕括1星灵斗者，灵压4星。看到没有？这就是本少爷的实力。喂，那个带鸟的乡巴佬，该你了。本少爷倒要看看你这种连灵力都没有的废物，一踏入阵法，是不是就会被威压碾成肉泥？跳梁小丑。不自量力的蠢货，敢不用灵力护体就进阵，1秒钟后他就会七窍流血。怎么可能？他竟然无视了阵法威压！这种破铜烂铁也配测我的底蕴？这是灵尊境的威压。属下参见副塔主大人。老夫只是例行巡查，不必多礼。这一届的苗子成色如何？纯粹的火系本源，这股毁灭气息，这是6阶魔兽火凤凰。
6阶魔兽，相当于灵尊境强者的神兽那只破鸟。既然笃定，那就没必要再藏了。本来想以普通人的身份陪你们玩玩，既然被看穿了，那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底蕴。不，这不可能！这种灵阳，它怎么可能是个怪物？给我碎！救命啊！一击碎碑，还随身带着火凤凰。中州什么时候出了这等妖孽？不仅有火凤凰，还有如此狂暴的异种火属性灵力，难怪能杀出福家山来。好霸道的火系灵力，好恐怖的底蕴！老夫代表星武塔宣布，此子底蕴冠绝全场，免去后续所有考核，无条件晋升为星武塔核心成员，享受最高级别的资源待遇。很好，副塔主大人，这不公平！他毁了测灵碑，这是对星武塔的挑衅！闭嘴！废物也配谈公平？来人，把这丢人现眼的蠢货扔出去，废除资格！小友，这里太乱，可否移步老夫的密室一叙？老夫对你和你肩上这位很感兴趣。带路。小友年纪轻轻便能收服6阶火凤凰这等神物，实在令人惊叹。而且，你刚才击碎测灵碑时使用的暗红色火焰，老夫活了上百年，竟从未见过如此霸道纯粹的火种，不知小友师承何处？这条老狐狸果然盯上了我的修罗之火和赤焰。既然你想探底，那我就给你放点烟雾弹。副塔主谬赞了，不过是一介散修，早年间在极南之地的10万大山中偶然跌入一处上古遗迹，这火种和赤炎皆是那位无名先辈留下的机缘罢了。上古遗迹的传承，难怪如此历练。小友，星武塔虽然只是渊主阁的下属势力，但在中州也是呼风唤雨的存在。以你的天赋和这神秘火种，若能留在星武塔悉心培养，他日的星武大体中你必能脱颖而出，甚至有机会直接被渊主阁的大能看中，一飞冲天。星武大考，不错，3个月后便是渊主阁烧中州天才的星武大考。只要你能代表我星武塔拔得头筹，星武塔的资源你随便用，老夫甚至可以保举你进入渊主阁的核心内门。副塔主如此厚爱，我若拒绝，倒显得不识抬举了。这星武大考，我接了。楚风，那个副塔主明显对你的火种和赤炎有所图谋，我们留在星武塔会不会太危险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们贪图我的底牌，正好给了我接触渊主阁核心的跳板。3个月后的星武大考，就是我清算血债的开始。修罗血脉终于现身了。传令下去，不惜一切代价，在大考前将他活捉。我要抽干他的血，祭奠渊主大人。
星武大考绝非儿戏，渊主阁的眼线恐怕早已遍布中州。以我现在的实力，若是对上渊主阁核心的那些老怪物，胜算依旧不足。你在星武塔展露了底牌，他们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查你的底细。我们接下来的3个月，绝不能坐以待毙。楚小友果然有忧患意识，老夫深夜来访，正是为你送一场及时雨。副塔主有话不妨直说。今晚中州地下黑市的天星拍卖会有一场顶级竞拍，压轴之物据传是一卷从上古遗迹中发掘的残卷。老夫虽不知其具体功用，但那残卷上散发出的煞气与小友的火种气息极为契合。与修罗血脉契合的残卷，难道是先辈留下的遗物？多谢副塔主指路，这人情我楚风记下了。凌雪，你留在塔内，赤焰留下保护你，我此次就回。站住！哪里来的野小子？天星拍卖会也是你这种穷酸散族能进的？请柬拿出来！我没有请柬，但我有东西要卖。哈哈哈哈哈哈！没有请柬还想进天星？你以为这是外面的菜市场吗？赶紧滚！别脏了我们拍卖行的地毯！这黑袍人谁呀？连天星的规矩都不懂，估计是哪个乡下来的土包子，这下要被扔出去了。再说一遍，让开！敬酒不吃吃罚酒，区一个散修也敢在这儿撒野，给我跪下！我的手，你竟敢！现在我能进了吗？这位贵客息怒，是我天星管教不严，惊扰了贵客。我是首席拍卖师詹斯，这就为您安排最顶级的包厢。把这个有眼无珠的纯宦给我拖下去，废去修为，逐出拍卖行。贵客，您能光临天星是我们的荣幸，请随我来。今晚的压轴大戏定不会让您失望。带路。去查查他的底细。能拥有黑金紫金卡，且拥有如此霸道火系灵力的人，中州可不多见。是。另外，詹四小姐，刚才收到线报，渊主阁外围势力的人也进了2号包厢。哦，今晚怕是要有好戏看了。渊主阁的狗还真是哪里都有。诸位久等了，接下来便是今晚的压轴之物。这股震动，绝对是修罗一脉的遗留之物，必须拿下。此乃上古残卷，虽不知具体品阶，但其蕴含的煞气，连星武塔的鉴定师都为之惊叹。起拍价500万禁币，每次加价不得少于50万。500万？疯了吧！一张破图就敢要这个价？这残卷我雷家看上了，600万，谁敢跟我抢，就是与我雷家与元主藤作对。2号包厢出价600万，还有更高的吗？詹思小姐，直接宣布结果吧。在中州，没人敢服我雷家的面子。1000万。混账东西！你敢不把本少爷放在眼里？我出1500万。2000万。你找死！2500万，
这是我雷家的底线，有种你再加5000万。他不可能有这么多钱，詹司，我要求验资，他绝对是来捣乱的。5000万成交，恭喜1号包厢的贵客。贵客真是大手笔，这残卷归您了。钱从卡里扣。贵客，您不仅财力惊人，胆识更让詹司钦佩。不过交接完毕，我得私下提醒。说，这残卷我们仔细研究过，它其实是一张残破的密图，指向的是中州城郊外30里处一处没落的楚家分支旧址。楚家分支？不错。另外，您刚才打脸了雷傲，雷家可是渊主阁的忠实走狗。雷傲的人已经提前离开了拍卖行，渊主阁的眼线恐怕已经盯上您了。贵客若想离开中州，最好从天星的暗道。暗道就不必了，我这人最喜欢看狗急跳墙。这些血纹竟然在指引方向。这里就是残卷上指示的楚家分支，怎么会破败成这个样子？渊主阁当年灭我楚家主脉，分支就算幸存，恐怕也只能苟延残喘。我们进去看看，先辈到底留下了什么。什么人竟敢擅闯我楚家禁地？楚家后裔楚风。荒谬！楚家主脉早在数十年前就被渊主阁连根拔起，哪里还有什么后裔？你到底是哪方势力的奸细，敢来消遣老夫？可好了，这瞬移异能加上这修罗之火，足够证明我的身份了。瞬移，这是主脉嫡系的标志，还有这股血脉威压，你真的是主脉的血脉！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啊！我楚家居然还有如此精彩坚毅的后人活在世上！少主，老朽终于把您盼来了。七长老，快起！我这次来是为了寻回残卷中记载的先辈底蕴，为楚家复仇。好，少主快请上座，老朽这就给您泡茶，咱们慢慢说。这茶水中竟然有一丝隐晦的软性散味道，还有周围的地板灵气流动的轨迹不对。少主，您怎么不喝？这可是我楚家特产的灵茶呀！七长老，这大院地下埋尸的4阶困灵阵是什么时候启动的？不愧是主脉的妖孽，竟然被你看穿了！但已经晚了，慎起！你这是干什么？他可是你们楚家的少主。少主，放屁！他就是个惹祸的孽种。当年主脉自命不凡，招惹了渊主阁，害得我们分支也像老鼠一样东躲潜藏。我为了保住这条老命，早就向渊主阁宣誓效忠了。上面早就下了死命令，一旦发现修罗血脉，格杀勿论。只要把你交出去，渊主阁就会赐我荣华富贵，我楚家分支就能重见天日。原来如此，为了苟活，连祖宗的脊梁都不要了。既然如此，这没落的分支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别挣扎了，这4阶昆灵阵是我耗费10年心血布下，
专门针对灵力流转。就算你是灵战境巅峰，今天也插翅难飞。10年心血，不堪一击。这怎么可能？你到底是什么怪物？修罗血脉，终于找到你了！阁主有令，废去4只，抓活的，动手！抓活的，就凭你们这些杂碎！修罗火域，起！上古杀阵，走！这是什么火？我的灵力在被吞噬！瞬移！狂妄的小畜生，给我死！你的速度太慢了。少主饶命！少主饶命啊！我是被逼的，我体内流的可是楚家的血呀！你不能杀我！你这种软骨头，不配流楚家的血。我的灵元，你废了我的灵元！杀你，脏了我的剑，在这废墟里，带着你的懦弱苟延残喘吧。走吧，该回星武塔了。渊主阁既然送了这么大一份礼，3个月后的大凯，我会加倍奉还。好一个修罗余孽，竟然能全歼我的精锐！传令，唤醒血位。楚风，七长老虽被废了修为，但渊主阁那边命牌一旦碎裂，肯定会查到我们头上。接下来的星武大考会不会有危险？他们若敢来，我便让他们有来无回。如今残卷到手，只要将其上的上古杀阵彻底融会贯通，渊主阁的高手也只能做我的垫脚石。不过，刚才那一战缴获了不少战利品，我这普通的储物袋已经装不下了。回星武塔前，先去一趟中州灵气街，买一枚高阶空间戒指。我都听你的。这股气息好狂暴。老板，这根铁棍怎么了？哎呦，这位少爷真是好眼力，这可是从上古遗迹中挖掘出来的绝世玄铁，坚不可摧，用来打造兵器绝对是极品。您要是诚心要100万金币，这里是200万金币，这东西我要了。少爷客气，这玄铁柱归您了。材质居然连我的修罗之火都无法奈何它分毫，看来外层只是伪装，里面绝对藏着了不得的东西。顶着红色冠羽，翅膀带有金色纹路的火红小鸟，该你出力了。让我看看6阶火凤凰的本命异火能不能炼化这层乌龟壳。水岩，撑住！林停！这是你把生病自带的杀戮幻象，想要用10年心血吞噬我的智修罗魔剑。
区区死物也敢乱我心智，修罗血诀，给我镇压！辛苦你了，老伙计。好一把绝世凶器，有了它，星武大考，我看谁能挡我。你就是那个被副塔主破格提拔的楚风。看你这细皮嫩肉的样子，等会儿背负黑玉重石的时候，可别把腰给压断了。星武塔的核心可不是靠脸就能进的。聒噪的狗，最好闭上你的嘴。狂妄！希望你等下还能这么硬气。下一位考核者楚风，考核内容：灵力精准操控与极限负重，需在背负1万斤黑玉重石的情况下，坚持1炷香的时间，并用最少的灵力击破前方的金刚石牌。15000斤，不自量力的蠢货，等死吧！竟然不使用灵力护体，纯靠肉身力量，这怎么可能？时间到了，这就是你的自信，废物，你找死！今天那个挑衅的家伙，虽然隐藏得很好，但他身上那股令人作呕的血腥味，绝对是杀手特有的。原主阁的动作比我想象的还要快。赤炎，别吃了，去查查白天那个穿黑斗篷的家伙，小心点，别打草惊蛇。好的，主人。好一个楚风，白天竟然敢当众羞辱我！若是阁主下令抓活的，我今天在台上就扭断他的脖子！大人息怒，我们已经买通了星武塔的内部人员，明天的第2轮大考是前往城外的妖兽森林进行凭证争夺战。妖兽森林很好，那里荒无人烟，正是埋骨的好地方。传令下去，明早天亮前，在通往第2考场的那条偏僻巷道里布下血煞锁空阵。他不是肉身强悍吗？我倒要看看，在阵法压制下，他怎么挡我的刀。遵命。偏僻下道截杀，血煞锁空阵。渊主阁的狗总是喜欢玩这些上不了台面的瓦响。既然你们赶着投胎，那我就成全你们。这把刀开封后的第1顿血食，就拿你们来计。大人放心，血煞锁空阵已经启动，只要那小子踏入阵中，周围的空间就会被彻底封锁，灵力运转也会变得迟缓，他绝对插翅难飞。修罗余孽，今天就是你的死期，都给我打起精神！目标一出现，立刻动手！楚风，你中计了！在我的血煞锁空阵里，就算你是插上翅膀也飞不出去。乖乖束手就擒。凌雪，最后防守。中计？你真以为这点破铜烂铁的阵法能困得住我？死到临头还嘴硬，给我上！废了他！顺义残影。人呢？他怎么能在锁空阵里瞬移？在你们头上。
修罗斩！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那是什么刀？杀你们的刀。血遁秘法，燃！跑得倒挺快。楚风，你没事吧？那个头目逃跑了，会不会留下后患？我是故意留他一命的。妖兽森林，那里才是你。他逃回妖兽森林，一定会集结所有潜伏的案子，正好省得我一个个去找。走吧，去第二考场，是时候把原主阁的这些杂碎连根拔起了。离第二场考核还有半个时辰，先在这里歇会儿。喂，那边那个不长眼的，赶紧滚开！这块地方被我们卡西少爷征用了。你就是那个在第一考场举起万斤巨石的楚风，看起来也不过如此嘛。本少爷看中这块乘凉的地方了，识相的带着你的女人立刻消失，别惹本少爷不痛快。滚！你敢叫我滚？在中州还从来没人敢对我这么说话！你这低贱的平民，简直是找死！少爷何必跟这种不识抬举的乡巴佬废话？让我来教训他。退下，本少爷要亲自动手，让他知道什么是世家底蕴。狂澜诀，怒水狂龙。玩水？你找错人了。这不可能，我怎么能冻结水？破！空有境界，实战经验简直一塌糊涂。少爷，少爷，你没事吧？快来人救少爷！我操，这卡西少爷竟然是个女人！难怪长得这么漂亮，这身材简直绝了！看什么看？都给我闭上眼睛！谁在看我挖了他的眼珠子？你这个混蛋！你竟敢让我当众出糗！本小姐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你给我等着！无聊的闹剧。楚风，他看起来身份不简单，我们是不是惹麻烦了？在新武大考里，实力就是唯一的规矩。他若再敢来，杀了便是。时辰已到，新武大痞第二场妖兽森林猎杀战正式开启。所有考生立刻进入森林，猎杀妖兽，获取积分，生死各安天命。走吧，我们的猎物已经等候动手了。
楚风，这里太安静了，感觉有一双双眼睛在暗中盯着我们。不是一双双，是一群。退到那块巨石后面，开启密银项链的防御罩，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出来。你小心，这可是4阶妖兽群。拿他们来试试新刀的锋芒。找死！好霸道的吞噬之力，不愧是上古神兵！再来！楚风，你这把刀到底是什么来历？一把专门为杀戮而生的刀，是血妖逃跑时留下的器械，追踪能力竟然被激活了。猎物留下的气味找到了，他在哪儿？在这片森林的最深处。走。那就是他们的接头人。特使大人是无能，那楚风的实力实在太过诡异，他不仅能无视锁空阵瞬移，手中还有一把极其恐怖的邪刀。10名精锐全军覆没，属下拼死才逃回来报信。废物，连一个灵战境的小子都抓不住，主上养你们何用？大人息怒，属下已经在这幽广底布置好了万古噬灵阵，只要那小子敢追来，绝对让他死无葬身之地。抓捕楚风，抽取他的修罗本源，只是计划的一环。主上真正的目的是这星武大才。大人的意思是，这大考不过是个幌子。我们要利用这妖兽森林里的高阶妖兽，不断消耗那些天才考生的力量。等到时机成熟，便启动这万古噬灵阵，整整1万名中州天才的精血作为献祭。只要血祭完成，就能彻底撕裂这谷底的空间封印，打通界门碎片。到时候，我渊主阁的大军降临，整个中州都将化为炼狱。楚风，他们的目标竟然是所有考生，甚至想打通什么界门。我们必须立刻把这个消息传回星武塔，通知副塔主。传回去太慢了。既然他们大费周章地搭好了戏台，我怎么能不亲自下去演一场？你疯了！那可是渊主阁的特使，加上几10名精锐死士和绝杀阵法。放心，我还没活够。赤炎，你留在这里保护他。如果有人敢靠近悬崖半步，直接烧成灰。那万名考生的命血祭，那我就先拿你的命祭我的刀。什么人？楚风，他怎么可能找得到这里？万古噬灵阵，
界门碎片，废话真多。今天你们这群见不得光的阴沟老鼠，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好胆！区区一个灵战境的蝼蚁，竟敢单枪匹马闯入我渊主阁的祭坛重地！今天若不把你抽筋扒皮，难消我心头之恨！雪阳，别管那群废物死士了，立刻强行启动万古噬灵阵，用阵法压死他！属下遵命。放开我！我是中州赵家的少主！你们这些疯子，到底想干什么？赵家少主，很快你就会成为开启界门最完美的养料，能为渊主阁的大业献身，是你们这群蠢货的荣幸。楚风，竟然是你！你怎么会在这里？闭嘴！再吵，我就先砍了你！一群温室里的花朵，居然能被几只杂菊活捉，真是丢人现眼。不过，破坏祭坛才是正事。哈哈哈哈！这万古噬灵阵一旦启动，哪怕是灵斗境的高手也得被吸干精血。楚风，给我跪下受死！完了，我们全都要死在这里了！阵法倒是不错，可惜用阵的人太费力。这怎么可能？那到底是什么鬼火，竟然能冻结阵法的血煞之气？现在才惊讶，完了！大人救我！我说过，上次留你一命，只是为了让你带路。你的任务完成了。楚风，你竟敢毁我真言！我要把你碎尸万段！他竟然一刀秒杀了那个布阵的怪物，这还是那个在星武塔被我嘲讽的穷酸小子吗？高兴的太早了，真以为破了阵眼就能活着出去吗？都给我去死！出来吧，冤狱双头狼！两头6阶魔化妖兽，看来渊主阁在妖兽森林里确实下了不少血本。去，把它给我撕成碎片！灵斗境高阶的特使，加上2头6阶妖狼，楚风只有灵战境巅峰，这境界差距太大了。楚风，千万不要勉强，实在不行就退上来啊！境界压制，在我修罗血脉面前，境界就是个笑话。这还是人吗？竟然仅凭肉身力量就硬生击退了2头6阶魔兽！这个小子的肉身竟然强横到了这种地步，不能再保留了，必须立刻解决他！
肉身再强，也挡不住我渊主阁的噬骨毒气。楚风，你的挣扎到此为止了。是吗？那你大可来试试。中了我的蚀骨毒杖，3息之内，你的5脏6腑就会化为一滩怒线。就这点破毒也想伤我？修罗寒焰，给我焚！到底是什么异火？不仅能焚烧毒杖，还能吞噬灵力。冤狱杀阵，牵引不认。想要用范围攻击和左右夹击逼我硬抗，这不合我意。放弃挣扎了吗？给我撕碎它！空间瞬移，这不可能！吞噬。你的宠物味道还不错。你根本不是人，你是真正的怪物！既然你找死，那就跟我一起下地狱吧！渊主大人，请赐予我毁灭一切的力量！开界门！这到底是什么力量？我们全都要死，整个中州都要完了！感受到了吗？这是渊主大人的气息。界门一旦开启，整个星武大考营地乃至整个中州都将化为一片死域。楚风，你的挣扎在真正的高维力量面前，简直可笑至极。高维力量，渊主阁。迟早有一天，我会亲自打上你们的老巢。今天把你们连根拔起，就先拿你开刀。修罗秘技，断空斩！不，这不可能！果然有渊主阁在中州的下一步计划密函。既然你们想玩，我就陪你们玩到底。楚风大哥，不，楚爷，多谢您的救命之恩。之前在星武塔外，是我赵括有眼无珠，冒犯了您。从今往后，您就是我赵括的再生父母。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多谢楚师兄救命之恩，如果不是您，我们今天都要被血祭了。不用自作多情，我杀他们，只是因为他们惹到了我，顺手为之罢了。你们是死是活，与我无关。你没事就好。刚才在上面看到界门裂开，我差点以为……其实杂鱼罢了。
还翻不起什么风浪。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走。这里到底发生了何等惨烈的战斗？副塔主是楚风，楚风师兄凭借一己之力斩杀了渊主阁的特使，毁了他们的血祭大阵，他简直就是战神降世啊！以灵战境巅峰，跨大境界逆伐灵斗境高阶，还毁了界门，此子的天赋和实力简直深不可测。楚风小友，老夫通过传送阵紧赶慢赶，总算赶在你前头备好了迎接之礼。这一路辛苦了。副塔主搞这么大阵势，楚某可担待不起。楚小友太谦虚了，你在幽谷底部的惊天壮举，老夫已经亲眼所见。你凭借一己之力斩杀渊主阁特使，救下我中州无数天才，这等实力与功绩，莫说是我星无塔，整个中州都欠你一个人情。楚公子天纵奇才，我等佩服。你们究竟想怎样？从今日起，楚风正式晋升为我星武塔唯一的镇塔圣子，其地位与塔主平级，享有塔内一切最高权限。任何人见他，如见塔主。什么？镇塔圣子？那可是星武塔创立以来从未有过的位置啊！副塔主，天上不会掉馅饼。你们星武塔下这么大的血本，想要我做什么？楚圣子是个痛快人，渊主阁这次吃了大亏，绝不会善罢甘休。我们星武塔已经和他们彻底撕破脸了。老夫只希望未来星武塔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圣子能念在今日的情分上，拔剑相助。看来这老狐狸是想把我绑在星武塔的战车上。不过，既然目标都是渊主阁，倒也无妨。成交。这是星武塔地下的核心禁地密室，也是历代塔主的闭关之所。这里的灵气浓度是外界的10倍，且有绝杀阵法守护，绝对安全。好地方。圣子，这是星武塔珍藏了300年的极品丹药淬脉金丹。这枚金丹不仅能固本培元，还能极大的强健肉身经脉。你接连大战，正好用它来闭关稳固境界。有心了。老夫就不打扰圣子闭关了。凌雪姑娘的住所也已经安排妥当，就在密室上方，有专人护卫。你千万小心，有什么事随时叫我。放心，我闭关这几日，你好好休息。渊主阁的下一步计划，应该就在这密函里了。看来这禁制不简单，强行破开恐怕会毁了密函，只能用异火一点点吞噬。找死的东西，偏偏挑这个时候。滚开！老子今天倒要看看这个被副塔主吹上天的所谓镇塔圣子，到底是个什么缩头乌龟！雷师兄，副塔主下过死命令，楚圣子闭关期间，任何人不得打扰，违者按潘塔尊论处啊！少拿副塔主压我！我雷烈在星武塔拼杀5年，才做到核心弟子第1的位置，
他一个连大考都没过完的新人，凭什么一回来就霸占塔主级别的密室，还拿走了淬脉金丹？就是他不配，让他滚出来，让他滚出来！姓楚的，有种的就滚出来跟我打一场！你要是能接我3招，我雷玉立刻磕头认错；你要是怂了，就乖乖交出金丹，滚出星雾塔！你刚才说让我接你3招，哼，狂妄，连武器都不拔，你找死！雷霆万钧！这点微末伎俩也敢在我面前叫嚣？怎么可能？我的雷系灵力竟然被冻结了！你太弱了。一招，连武技都没用就把雷叔叔秒了，他到底是人是鬼？把这垃圾抬走，再有下次，我不介意让星雾塔换一批核心弟子。是，圣子息怒。时间紧迫，必须尽快提升实力。玄楚阁，我们的账该好好算算了。这药力好霸道！修罗血诀，给我镇压！肉身力量正在疯狂暴涨，但这还不够。经脉完全拓宽，灵战境巅峰的境界彻底稳固。接下来该解决你了，给我吞！好阴毒的戒指，竟然能腐蚀我的灵力护盾！想废了我，休想！修罗之火，焚天灭地！这血煞禁制的能量果然庞大，竟然直接让修罗寒焰完成了第1次提炼。这股新生的异火本源，就拿你试试威力。好恐怖的威力，连防御阵法都被直接无视。有了这提炼后的修罗寒焰，就算再遇到鬼面特使那种级别的强者，我也能一击必杀。原来如此，渊主阁竟然在中州城内隐藏了一个地下联络点，专门负责接应那些潜伏的杀手，甚至还在暗中收集星雾塔的布防情报。既然被我发现了，那这个联络点就没必要存在了。你出关了，没受什么伤吧？我刚才在上面感觉到地底有很强烈的震动，还以为你出事了。我没事。凌雪，收拾一下，我们马上出塔。出塔？去哪里？副塔主不是说渊主阁的人可能还在暗处盯着我们吗？就是因为他们在暗处，所以我们才要把他们揪出来。我在密函里发现了他们在城内的联络点。走，跟我去杀人。楚风，那个联络点到底在哪里？这城里这么多，我们怎么找？密函上只提到了是在城西的贫民窟附近。渊主阁的人做事极其隐秘，他们绝不会明目张胆地把联络点设在繁华地段。
紧我，这城里到处都是眼线，别露了破绽。救命！好心的小姐，求求你给我一口吃的吧，或者给我一颗疗伤药，我快不行了。你伤得很重，别怕，我这里有凝血丹。楚风，你干什么？他快死了！滚！去死吧！小心！就凭你，人呢？演技太差。他竟然是杀手！在这个吃人的世界，盲目的善意只会让你死得更快。渊主阁的人最喜欢利用的就是你的同情心，这只是一条探路的狗，看来联络点就在这附近。难说，已经有无数双眼睛盯上我们了。不愧是新武塔新晋的镇塔圣子，这等敏锐的感知力，倒也没辱负你那颗值钱的脑袋。渊主阁的迎客方式，还是一如既往的见不得光。死到临头还嘴硬，毁灭特使大人的仇，今天就在这里连本带利的讨回来。兄弟们，阁主有令，男的死活不论，女的抓活的，杀！楚风，小心！就凭你们这些杂局，也配来拿我的命？这是什么怪物？不要进战，用灵技远程轰杀他！结阵！空间世界，打中了吗？你在看哪里？什么？太慢了。魔鬼，他是魔鬼，快撤！既然来了，就都留下吧。楚风说的对，在这个残酷的世界，软弱和同情只会成为敌人的刀刃。我要变强，绝不能再做他的累赘。都解决了吗？外围的眼线清理干净了。不过，这里残留的灵力气息极其浓郁，全部汇聚在地下。滚出来！下面就是他们的核心联络点。走，我们去给渊主阁送一份大礼。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那个引线老鬼藏了这么多年，终究还是护不住这部高阶火属性灵技赤炎波。为了夺这卷轴，我们折损了10几个精锐弟兄。哼！不过只要能把这东西安全送到上层手里，我们中州分部的地位必定水涨船高。这赤炎波非同小可，传说若是修炼至大成，其火焰波动足以焚山逐海。阁主对这东西势在必得。外面的眼线怎么还没汇报情况？今天这气氛似乎静得有些反常。能有什么反常？中州城贫民窟这破地方，除了那些等死的蝼蚁，谁会注意到这里？就算真有不长眼的找上门，外围那几10个弟兄也足够把他们剁成肉泥了。高阶幻火属性灵气赤炎波，我身怀3系同修之体，正愁没有强大的火属性灵气来配合修罗寒焰。这渊主阁还真是我的3才童子，2个灵斗境初期的废物，也妄想保住这等保护。侄子，
这上面！要你们命的人，血炎盾！楚风，你竟然能找到这里！这卷轴我收下了，至于你的命，我也一并收了。狂妄的杂碎，杀我兄弟，夺我重宝！今天就算你是星武塔的镇塔圣子，我也要将你扒皮抽筋，挫骨扬灰！这是我中州分部最强的昆灵沙阵。陷入此阵，你的灵力会被一点点抽干，最终化作一滩血水。楚风，给我去死吧！楚风，在阵法里颤抖吧，挣扎吧，等你的灵力耗尽，我会亲自一点点敲碎你的骨头。这种破阵也想困住我？你找死！竟敢在我的杀阵中看书，给我加大威力，绞杀他！原来如此，将极致的火焰不断提炼压缩，最终以波动的方式轰然爆发。若是用普通的佛属性灵力，威力已然不俗；但若是我用变异的修罗寒炎来催动，这招归我。这群畜生！渊主阁，你们简直丧尽天良！血龙，你们渊主阁的人连畜生不如。弱肉强食，强者本就可以掌控蝼蚁的生死，这就是规则。既然你喜欢规则，那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绝对的碾压。修罗誓言波！不，这不可能！这一击是替那个老者还你的。杀了我！杀了我！如你所愿。里面有什么？搜刮战利品。既然是头目的老巢，总会留下点有价值的东西。六重小技。一枚耳钉，渊主阁的头目费这么大心思，就为了藏这个？这东西有古怪。星武大考不过是幌子，用中州万名天才的鲜血开启逆界大阵，让深渊降临。好大的祸口！渊主阁竟然想用这个中州城的天才来血祭！楚风，你看到了什么？没事吧？没事，只是这帮阴沟里的老鼠策划了一场针对星武塔和整个中州的惊天阴谋。这枚耳钉就是开启他们核心计划的关键性。外面的气息，好多人，我们被包围了。血龙死前的动静太大，把这附近所有的余孽都引来了。正好，
省得我一个个去找。血龙大人在里面断了气息，不管是谁，今天就算是一只苍蝇，也别想活着飞出这里。准备放箭！就凭你们这些垃圾，别想挡我的路。只有2个人，他就算再强，灵力也有限。兄弟们，用人海战术堆死他！有上！楚风，我帮你守住后方。不用，你站在这里，看我怎么把这片潮水烧成灰烬。修罗火域，退！快退！这是什么妖火？退？你们退得掉吗？全灭了！一群乌合之众而已。走吧，这场动静太大，再不走，中州城的城卫军就该来惹麻烦。疯子，星罗塔居然招揽了这样一个怪物，中州城的天就变了。渊主阁，血迹万名天才，你们的这盘大棋，我楚风接下了。回星无塔，接下来的风暴才刚刚开始。楚风，渊主阁的势力太庞大了，他们竟然想在大考中血祭所有人，我们接下来怎么办？血祭万名天才，好大的胃口！既然他们想玩，我就把这盘棋彻底掀翻。回星无塔后，你待在圣子阁，不要外出。局势已经刻不容缓，我必须立刻闭关。好，你放心闭关，我绝不会给你添乱。高阶火系灵剂，正好用来检验我修罗寒烟的威力。原来如此，将火焰极度压缩后爆发出螺旋穿透力，这赤焰波，我成了！怎么回事？好霸道的能量！这点通道也想阻我？给我破！临战境极限，血离灵斗境，只有一步之遥。副塔主，贫民窟废墟一战的绝密情报已查明，渊主阁据点被彻底捣毁，上千名余孽全军覆没。全军覆没？难道有哪位隐士强者出手了？不是楚风，而且他在战斗中施展了完全没有空间变动预警的位移手段，属下敢以性命担保，那绝对是传说中的瞬移异能。这等逆天异能，一旦让他成长下来，中州城乃至整个大陆都将为之颤抖。渊主阁绝不会放过他。传我塔主令，即刻起将楚风的危险评级与保护等级提升至星无塔最高序列 SS 级。遵命。暗中调配12名精锐干员，12个时辰，死保楚风。中州的天终于要变了。楚风，你出关了，你的气息似乎又变强了。稍有突破，我们现在去一趟黑金商会，渊主阁血祭阵法的核心节点情报必须尽快弄到手。好，我随你去。
哈哈，楚风，你这缩头乌龟终于赶出星武塔了，本少爷可是等你很久了。好狗不挡道，滚开！死到临头还敢嘴硬，别以为你是星武塔的圣子，我就不敢动你。有人花大价钱买你的命。识相的，把你从贫民宫窟截获的9头蛇耳钉乖乖交出来，再自费修为。本少爷或许还能大发慈悲，只把这小美人卖进黑市，留你一条残命。好强的威压！半步灵斗境，渊主阁的动作倒是挺快。若在这里硬拼，必定波及灵血。既然你们喜欢演，我就陪你们玩玩。半步灵斗境的强者，照例算你狠。耳钉可以给你，放我们走。哈哈哈哈哈哈！什么镇塔圣子，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还不是软骨头一个？去，把东西拿过来。下地狱去拿吧！什么人呢？赤炎波！这怎么可能？那可是半步灵斗境的。楚风，怎么，渊主阁的狗就只敢狂吠，不敢咬人吗？上前一步者，都别怕，他刚刚施展了那么高阶的灵技，灵力肯定已经见底了。我们有300人，耗也都耗死他。为了渊主阁的大业，杀！既然你们急着送死，我就成全你们。六长老，这头出大事了！渊主阁动用了近300名精锐死士，当街围杀那个名叫楚风的少年。区区蝼蚁的生死，也值得你来惊扰老夫闭关。可是六长老，那少年在刚刚的突围中，不仅施展了毫无空间波动的瞬移异能，还在击杀半步灵斗境时，动用了蓝黑色的恐怖异火，且他前几日才刚刚参悟赤炎波。瞬移异能，蓝黑色的异火，还有那等逆天位相，错不了，绝对错不了。天不亡我楚家，这就是我楚家主脉遗落在外，拥有最纯粹修罗血脉的少主啊！渊主阁的蝼蚁竟敢欺我楚家无人，敢动我楚天绝的少主，老夫要你们灰飞烟灭！